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 D&O 这家全球瞩目的汽车 LED 公司，分析他们最新公布的业绩和看看他们未来的潜力。那么今天小编我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个2019年上市，最近它的业绩似乎很好，而且还没被发现。对于这家公司，小编在今年2月24号在小编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发过他的分析了。想要加入的朋友们可以在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编哦。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那么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一家名为 DPI Holding Berhad 的公司，它在1975年成立，并开始生产装饰性和工业用途的漆料。那么来到今天，他们公司主要的两大业务是研发、生产、包装 Aerosol Product， 也就是喷雾剂产品，主要也是一些喷漆类的产品。而第二项业务是 Solvent and Thinner， 溶剂和稀释剂，而主要是贸易。那么他们的喷雾剂产品，相信在座有从事工业领域和五金领域的朋友们应该也不陌生。他们自家 OBM 的牌子就有 DPI、Anchor 和 Chromoto。他们自家生产的品牌主要是销售在马来西亚和印尼。除此之外，他们也有在帮别的客户生产 OEM 的喷雾剂，而顾客都来自于本地、印尼、日本、澳洲、新加坡和纽西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 OBM 的收入在2020年就占了 24.8 个 million， 也就是喷雾剂总收入的 74%， 而 OEM 则占了 26%。这里如果不明白 OBM 和 OEM 的朋友们，可以回到上一支影片了解哦。那么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到底是如何。首先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是比上个季度的15个 million 稍微上升到了16个 million， 而盈利方面则是保持在上个季度的 3.3 个 million。 至于盈利率则从上个季度的 21.1% 下滑了一点到 20.4%。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季度已经保持了历史新高的盈利，不再像之前那样漂浮不定，而且2021年的2个季度的盈利已经超越了2020年全年的盈利了，所以接下来的业绩值得期待。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DPI Holding 他们公司债务怎么样。小编觉得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强大的现金流，现金就有15.9 个 million， 而 fixed deposit 则高达40个 million， 而且公司并没有任何的贷款。 Gearing ratio 债务股本比达到 0.09 至少，完全是稳稳做生意的公司。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其实这家公司他们在2019年上市筹到了 31.64 个 million 的资金，基本上都还没有开始使用。这里我们看到，除了花了 3.4 个 million 在偿还上市的费用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预计要用来扩张的开销都还没有真正启用。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公司现在有很多现金，随时可以做一些扩张，开拓新的产品和市场。而相信扩张和成长都是投资者最喜欢看到的，这就是这家公司所隐藏的潜力。那么说完了他们的财务状况，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都来自哪一些业务。首先我们看到喷雾剂产品的收入是占了这个季度收入的大多数，高达 85.5%， 而且比去年的同个季度的收入增加了 41.5%。 而公司所给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季度的新客户与旧客户订单增加了。至于他们的 Solvent and Thinner 业务的收入则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业务的分布主要还是在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贡献的收入就有 80%， 而其余的 20% 则是由马来西亚以外的国家地区贡献。这里我们也就能大概知道为什么之前在他们 MCO 时没有什么进行扩张和业绩不好了，因为他们主要都是依赖马来西亚市场。接下来小编我也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就是截至2020年的年度报告，
老板的持股比例高达 74%， 而再加上大户的话，持股高达 92.56%。也就是说，散户的流动股就只有大约 7.44%， 也就是大约36个 million 的票而已。这也意味着，如果老板持续不卖票，之后公司的表现良好，相信股价将会比较容易上涨。那么，至于他们未来的展望，公司表示他们将会积极的监控公司产品未来的需求和成本，以根据未来的市场环境做出调整。那么你们觉得 DBI Holding 未来的2个季度还能维持这样的高盈利吗？而且他们现在手抓那么多现金，会否有一些大动作呢？然后现在出了那么多业绩，你们想要小编我分析哪一家公司？只需要 like 这支影片，然后到留言区告诉小编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